来干杯干杯！好，来唱一首。对呀，唱什么？哎，什么意思？唱你最拿手的，唱什么？好，人家让你喝呢，你喝了，再来一杯，你这事喝的多少？我真喝不动，这好看吗？林一，你他妈疯了！风明舟，订婚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如果你敢出轨，就别怕我报复。现在，我只不过履行承诺而已。林一，你真他妈拿自己当根葱了！老子跟你订婚，就是为了能合法玩你，听懂了吗？你放手！哥，你干什么？这刀大哥！给我坐下，我看谁敢动！好，这就不行了。我他妈弄死你了！风明舟，我告诉你，我们的婚约作废，下个月婚礼取消，从此以后我们再无关系。林一，真是太不像话了，居然把风明舟给打伤了。这样我们和风家的合作该怎么办？好了，站住！你给我过来！怎么了？你去哪了？去找风明舟了。茵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爸正在跟明舟爸妈谈合作的事情，突然就接到电话说你在酒吧把明舟给打伤了。明舟爸妈都没有给你爸好脸色看呢。你胆子真是大了，竟然敢做出这种事情来！风明舟挨打，那是他活该。我已经决定跟他退婚了。反了你！傅唐，你坐下，消消气啊，我来劝劝他啊。茵茵，你听我跟你说，这男人啊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就外面那些女人最多就爬爬他的床，风家少奶奶的位置啊还是你的。怪不得我爸爸连我妈妈的头七都等不了，就一定要迎娶张阿姨为妻。原来张阿姨还有这种过人之处啊！爸，既然张阿姨这么善解人意，你要不然多给我娶几个后妈吧。混账东西，你给我闭嘴！这难道就是你那死去的妈教出来的好女儿？给我去道歉！这次跟风家的合作，要是因为你没有成功，我打断你的腿！对于爸爸来说，是不是利益比你亲生女儿的一生幸福还重要呢？那既然这样，我愿意放弃现在爸爸给我的一切，跟风明舟解除婚约。你要干什么？我把命还给你！想死，老子不拦着你。但风家要是因为你迁怒到林家，我立马派人拔掉你外婆的阳气。你个老东西，也别想活了！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想让我继续给你外婆出医药费，你就去给风明舟道歉求原谅。今天就给我好好跪在这里反省。走。哎，傅唐，傅唐。但风家要是因为你迁怒到林家，我立马派人拔掉你外婆的阳气。风少可真是料事如神，真的有人来了。谁呀？哎，你谁呀你？哎，你是谁呀？谁让你进来的呀？林一，你来了。对不起，我昨天冲动了。哎呦呦，昨天在酒吧里，你不是硬气的很吗？风少，你这未婚妻太凶了，刚刚还推了人家，人家的胳膊到现在都疼呢。没事吧，宝贝？那我就不打扰了，先走了。站住！
哎，你就是这么来道歉的？那你还想怎么？哼，怎么样？跪下来，诚诚恳恳的给我磕头认错。啊！怎么着？不愿意呀？不愿意也行啊。林烨，咱俩订婚这么久，我连你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这样，你今天如果能像我的宝贝一样，把我舒舒服服的伺候好了，昨天的事儿我既往不咎，而且你爸心心念念的合作也能很快达成。怎么样？我对你不薄吧？别的女人在我这儿可没有这个特权，你是我看上的女人，我给你这个机会。风少，你太坏了！你还想3个人在一起？风少，我后悔了。哟，后悔了？我后悔啊，昨天没把那个酒瓶子直接塞你嘴里，堵住你那张满口喷粪的嘴。林一，你真是找死啊！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你们林家彻底完蛋？我信，我当然信了。你风少是谁啊？您可是风家金贵的小少爷，招招手就有美女环绕，动动脚，整个城都要跟着抖3抖。还算你识相，像你这样小门小户出生的女人，能抱上我的大腿，算是你的福分。还是那句话，你今天能把我伺候好了，我风家少奶奶的位置还是你。别着急啊，我话呀可还没说完呢。可是就算你再金贵，又能怎么样呢？你在我眼里啊，不过就是一只下水道的臭老鼠，只能像这样可怜巴巴又恶心的求我。你个贱女人，你再说一遍。这么好听的话，风少竟然还想听第2遍啊！哎呀，风少，那你可真是贱到骨子里了。看你这肾气不足，小脑又格外活跃的样子，这袋水果就当是送给你补补脑的礼物了。你个贱人，你敢羞辱我！冷静，冷静，冷静！刚刚医生都说了，你肾气不足。你闭嘴！你得好好休息。站住！谢谢。茵茵，我来了，来了。风明舟这个畜生可真是会伪装，当初追你的时候把我们都骗了，还以为真是好男人，没想到居然这么恶心。这种渣男啊，早穿了也好。可是茵茵啊，你得罪了风明舟，风家一定不会放过你和你家的。你想好后面怎么办了吗？我还没想好怎么跟我爸交代呢。哎，茵茵，我有办法了。什么办法？我听我们经理说，风明舟的叔叔风四回来了，今晚会入住我们酒店，房间都已经开好了。你不会是想让我去求风四吧？不行，风明舟跟他叔叔关系不好，而且他是不会管这种闲事的。之前我跟风明舟去过风家一次，亲眼见过风四连他们家长辈的面子都不给。哎呀，茵茵，你是不是傻呀？求他当然行不通，那要是你抓住他的把柄，我就不信风四还不管你。你去睡了风明舟的叔叔，威胁他，如果不帮忙收拾风明舟，你就把你们的丑事闹得风家全家皆知。如果再不小心怀了孕，那可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你干嘛叹气啊？我可以帮你搞到房卡，大不了我辞职不干了，也好过你和林家被风明舟折腾死。那我觉得咱们俩会先被风四给弄死吧。我不怕，万一风四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冷血吓人呢？更何况你长得这么漂亮，睡他还能吃亏怎么着？
对不起了，风先生，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希望你醒来后不要怪我。闭嘴！你是谁？我要报警！你干嘛？你还我手机！你是谁？你怎么会在我房间？你的房间？这明明是我的房间，我拿了房卡来进我的房间，有什么问题吗？那你呢？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我是不是见过你？完蛋，之前跟他在风家有过一面之缘。你是，你是明州的叔叔？昨天我明明是跟明州在一起的，为什么会变成叔叔您了呢？不行，我要跟明州打电话。你确定你昨天晚上是和明州一起来的？当然了，我当然确定我跟明州在一起了。昨天晚上是明州带我过来的，可是怎么就突然变成你了呢？你把手机还给我。你昨天晚上跟明州来这里做什么？昨天是我们的恋爱纪念日，他说要给我个惊喜，所以就带我来这儿了。他说希望我昨晚正式成为他的女人。好了，我知道。所以，喂，查一下我哥有没有插手新开发区项目的事情。没有，但是昨天董事听闻您回来，有派人过来递过话，让您回家一趟，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好。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要声张，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叔叔说的不要声张是什么意思啊？不要声张的意思就是，除了你跟我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知道。这是我的私人号码，想清楚了想要什么东西，随时给我打电话。叔叔，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我跟明州是男女朋友，也的确跟明州见过你一面，可是我一直把你当叔叔，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还用这种话重伤我。我是正经人家的女孩，不是你眼中的陪睡小姐。你能不能转过去？我要穿衣服了。等等，还有什么事吗？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联系我。喂，依依，怎么样？怎么样？成功了吗？风思有没有对你发火？还没发火呢。我就知道你这么漂亮，
他怎么可能会发火？那你跟他说风明舟的事了吗？他能帮你吗？我还没说呢。啊，怎么办，小韩？我是个坏女人。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才不是！你别胡思乱想啊！监控我已经让同事删了，回家好好洗个澡，睡一觉，其他事情不要想了。爸，你再劝劝茵茵吧，她根本不跟我去呀。你又跑哪去了？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再耽搁，风明舟会给你机会吗？爸，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和他一起去给风明舟道歉了？你说什么？死丫头，你再说一句！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认为我会去给他道歉，你干什么冲我发火？茵茵，你知道我说了多少好话才促成的吗？你怎么说不去就不去了？林烨，是你自己想去做风明舟的狗腿子，就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林烨，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自己心里知道。茵茵，我知道你看不上大哥，但你说这些话，大哥真的很伤心的，是因为你是我妹妹。行了，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我妈生不出来你这样的纨绔子弟。不是，茵茵，你怎么跟你大哥说话呢？你信不信我抽你啊？好，爸可以抽我，可是跟风家的合作，我可就不管。站住！好，只要你肯给风明珠道歉，以后啊都随你，我不管你了。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是不会去给他道歉的。不过，爸，你想要的不就是跟风家的合作不是吗？那也不是非要风明舟不可呀，风家还有那么多人。你什么意思？你别管我什么意思，您放心，1周内我肯定会让风家主动来找您谈合作的。茵茵，公司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吧？公司资金流通已经周转不起来了，光靠你吹牛，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吧？林烨，你少糊弄我！今天啊，你必须去道歉。爸，从小到大，我什么性格你最清楚。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即便今天你要打断我双腿，我也不会跟他道歉的。就这样。爸，您再劝劝茵茵吧，这是我好不容易才说通的。要不就听茵茵的吧，再等你1星期吧。风明舟那边，你随便撒个谎，就说茵茵啊现在身体不舒服，出不了门。这行不通吧？风明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行了，就按照我说的办吧。我给他时间，1周后见分晓。你好，请问你是？你好，我叫林茵，我想找风先生。啊，原来是林小姐。你认识我？我们风总特意嘱咐过，如果有位叫林茵的女士打电话过来，要立马告知她。林小姐找我们风总有什么事吗？有些事情想约他当面谈谈，请问他明天中午有时间吗？啊，我们风总吩咐，明天他行程很满，没时间见您。您要是今晚有时间，可以去明珠会所找他。明珠会所？啊，会所，他应该不是那种人吧？好的，谢谢你啊。来喝，来再喝一口。你再多喝点啊！色夜，我喝不下了。来，干杯！哎，再来一杯啊！来呀，你也喝不下来啊！哎，再喝一杯。再来一点。酒量不行啊！阿四，这位美女是谁啊？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咱们的铁树竟然要开花了吗？坐，等我玩完这局。
美女，有电话你就接吧，我们这里都没有外人，不用拘束的。不好意思啊。风明舟，你到底想怎么样？你疯了吧？我听你哥说你最近傍大款了，林烨，你能耐啊！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尼姑，没想到也是个下三滥的贱货啊！是啊，确实是个大款，还是个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比你大的大款。林烨，你这个贱人，你敢给我戴绿帽子，老子一定要弄死你！风明舟，你耳朵要是不好使，你就割了吧。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就别自己给自己找绿帽子戴了，好吧？林烨，你想解除婚约就解除婚约，太不把我风明舟当回事儿了。还是说你觉得你能躲我一辈子？干什么？你放开我！风明舟，你个畜生！你放开我！林烨，老子好声好气跟你说话，你不领情，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救命啊！坐下。林烨啊，我还以为你胆子多大呢，昨天在医院不是硬气的很吗？风明舟，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敢动我，你一定会后悔的。哎呦，看看，还是傍上大款了，说话到底是变得硬气了啊！老子今天不光要动你，老子动完你还得把你给我的兄弟们尝尝咸淡。我倒要看看你身后的那位大款能拿我怎么样。风明舟，你敢碰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来啊，你千万别放！来啊，开，这不爽吗？哎，这不行啊，你们！来，来，继续啊！这输了多少次了？我给你们倒。喝不下了，别倒了。哎，别想好久啊！我真的喝不。救命啊！住手！啊！二叔，坐下。你在干什么？啊，林烨，我未婚妻，上次家庭聚会我带她回去过，你们见过她。放开他！二叔，我们小两口亲热亲热，不违法吧？我让你放开他！走。等等，你还有什么事吗？二叔，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啊？林英是不是把那晚的事情跟风明舟说了？不能再纠缠下去了，不然我主动睡风寺的事就露馅了。我那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自从发生那件事之后，我就决定要跟你退婚了。不管是你用手段逼迫我爸让我妥协也好，还是你今天报复我也好，我都不会妥协的。臭婊子，我跟你说话了吗？你以为我想跟你说话呀？要不是你像狗皮膏药一样每天都黏着我，我都懒得跟你多说一个字儿。贱人，你真他妈找抽！二叔，你踹我干嘛？风家就是这么教你的，在外面上蹿下跳，丢人现眼。二叔，是这个女人她不老实。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你父母的面子上，上次的事就不跟你计较了。要是还有下次，自己去风家祠堂受罚。大哥，你没事吧？上次是什么事儿啊？二叔到底在说什么？来开。阿四回来了。哎呀，去哪儿了？这么半天。来，我们继续。来，干杯！再来一杯。来，单还是双？开呀！林小姐，我帮您擦药吧。给我吧。不用了，别停下嘛。来，我给您倒杯。阿四，你的小妞怎么了？刚刚还好好的，怎么出去一趟成这样了？别瞎叫啊！行了，今天都玩的差不多了，你们先回去吧。下次请你们喝酒，
行，阿四，那我们先走了。我自己来就行。别动。谢谢你啊。不客气，找我什么事？那个风先生，上次在酒店的时候，你说可以答应我一个条件，现在这个话还算数吗？是因为明州的事吗？我想跟他退婚，但是风明州他不愿意，还利用风氏跟林氏的合作，逼迫我爸让我妥协。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我想请求你给风氏跟林氏一个合作的机会，只要能给我爸一个机会，这样我爸就不会再逼迫我和风明州结婚了，我就可以退婚了。具体说说，什么样的合作？具体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需要问过我爸才知道。我今天动手，也不完全是为了你啊，因为只要敢算计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即便他是我侄子。至于合作的事情，明天让你爸带着资料来公司谈。谢谢你啊。不客气，这是你应得的。走吧，我送你回家。爸，你别看我现在接的这个项目小，后面的大项目一个接一个。项目现在跟进的怎么样？再有2、3天就能搞定了。好，加油干啊！好干啊！这么晚才回来，又跑哪儿疯去了？合作的事情怎么样了？爸，明早早点起，9点钟我在风氏集团楼下等你。你到底搞什么名堂？您就别管我搞什么名堂，只要我能帮您拿下合作，您就帮我取消婚约。只要你能促成这次合作，爸自然不会委屈你。爸，您说您这么爱自己，为什么要结婚生下我？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好，请问您有预约吗？你好，找风总。好的，您在休息区稍等一下，我去给您通知。好。林先生，林小姐。哎，徐秘书，你好。林先生你好，请坐，请坐。来，请坐，请坐。林先生，我们风总今天有事，所以不能亲自过来，特意安排我在这接待2位。等您留下文件，他看过之后会吩咐下面的人联系林氏的。您的意思是，风总会亲自看？当然，林小姐是我们风总的朋友，您送过来的合作意向书，她当然要亲自过目了。好，我一会儿就把文件送过来。谢谢徐秘书跑这一趟，也替我感谢一下风总。林先生您客气了，我先忙。啊，辛苦。哎，你！茵茵，你什么时候跟风四成为了好朋友？不愧是我林富堂的女儿，连风四这号极品人物啊都能拿下。爸的事情我做到了，我的事情希望爸也有所行动。那是自然，但是你和风明州解除婚约，风四会不会因此？不会每个人都像爸一样不分青红皂白。你这丫头说话怎么总是这样呛人呢？不过你跟风四之间就真的只是朋友吗？不然呢？那爸以为我们俩还能有什么关系？好，爸不问了，爸这就回家跟张阿姨商量商量解除婚约的事。那爸最好尽快，千万别一拖再拖，要不然风四要是取消合作，那我也爱莫能助了。哎，老公，怎么这么高兴啊？不会是真的谈成了吧？还没有，但是呢，八九不离十了。茵茵呐，不愧是我的女儿，就是有能力。啊，茵茵这么能干呢？是啊，真没想到茵茵竟然和风四关系这么好。
早知道他们有这层关系啊，我就不会在风险宗白若云面前那么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了。跟风四？是啊。那个美玲，你去楼上找一下当初叶音和风明舟订婚的礼单，整理一下，把东西给备齐了。我们今天晚上就去风家把婚给退了。啊？去。啊，好，那我这就去拿。喂，妈，阿姨啊，林英跟风明舟的婚事有变动了。怎么回事啊？刚刚林副堂跟我说，合作的事情林英找了风四帮忙，已经快要谈成了。林副堂他这边高兴的要命，还拉着我一定要陪他去找风明舟爸妈谈退婚的事情呢。风四啊，风明舟的二叔？对，就是他。不知道林英这个小狐狸精是怎么勾搭上风四的。好，我知道了，妈。你说什么？千真万确，我妈刚给我打的电话，我转头就过来告诉你了。风少，您得想想办法呀。如果说他真的跟您退婚，以后你就更拿他没办法了。哼，退婚？我不同意，他退得了吗？退婚？林副堂，林也好好一个人，怎么说病就病啊？你把病历证明拿来。夫人，这就不必了吧？他们两个订婚以来，明舟出轨了不知道多少次，是我们茵茵一次又一次的忍耐。茵茵现在呀，就这点心愿，想把这个婚啊给退了。大晚上的来退婚，林副堂，你们是当我们一家好欺负是不是？夫人，风大哥，我们可没有这个意思。不过是我家茵茵啊，着急催着我们，才不得不大晚上赶过来。订婚礼品和礼金都已经送到这里，婚帖呢，明天再交换回来也行。今天这么热闹啊！岳父大人，您放心，只要林茵是我的未婚妻，哪怕她死了，变成了一具尸体，我也照去服务。你，没错，只要我儿子喜欢，就是个死人也能娶。风大哥，你们这又是何苦呢？你想要合作是吧？明天就可以签。为了我儿子，这件事情不算什么。风大哥的好意，小弟心领了。但前几次大哥都说合作有待商榷，小弟啊不想太勉强大哥。这个婚事啊，我看还是退了吧。明舟是个懂事的孩子，可惜我那女儿不懂事，与其让他们婚后折腾，长痛还不如短痛。礼单、礼金在这里，大哥大嫂，你们过过目。没什么事情了，我和美玲啊就不叨扰了。等会儿，我看看啊。哟，还挺精致的嘛。林副堂，你别给脸不要脸，别以为林茵那个贱人抱住了我二叔的大腿，你们一家就能高枕无忧了。别忘了，我二叔姓风，是我们风家人。你真是太没有教养了。教养？你第一次来我家低三下四的求我爸可怜你们林氏的时候，怎么没跟我提教养？现在跑来跟我提教养？我告诉你什么是教养，有这个才他妈的有教养，记住了吗？你们别太欺人。副堂，你别冲动，冷静一下。赶紧滚吧！告诉林茵那个贱人，她如果不想死得太惨，就乖乖的嫁给我啊！喂，爸，怎么样了？他们不同意。是不是林茵那个小贱人打来的？爸，你把免提打开。风明舟，这婚是你二叔同意退的，所以不管你同不同意，这婚都退定了。你有什么异议，尽管去跟你二叔说。
有什么异议，尽管去跟你二叔说。就冲你这没教养、脾气又暴躁的样，我女儿我也绝对不可能嫁给你。既然婚帖你已经撕了，那这婚事就不作数了。走。哎呀，你看这怎么办呢？茵茵，你这撒谎的本事可真是越来越让我刮目相看了。你就不怕风明州爸妈去找他二叔质问？风四啊，他不会干这些的，因为他认定了就是他大哥一家用献祭我的方式算计他。他现在啊很生气。你的意思是，那天你跟他说的是风明州把你送到他床上去的？是啊，我能想到不得罪风四，又能让他对我愧疚的方式，就只有这个了。咦，你可真是太厉害了，我都没有想到这招。厉害什么呀？风四要是知道真相了，肯定会杀了我的。行，夫人，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打我？林音和你继父那个老东西合起伙来气我，老子不打你打谁啊？接着打！夫人，别打！我有办法可以让你出去。我有办法，说来听听。你忍着点啊，阿姨。这风明州怎么能这么过分呢？他对茵茵的事情怎么能迁怒到阿姨头上呢？妈，什么叫迁怒到我头上啊？咱们是一家人，风明州找我麻烦也是可以理解的。阿姨，让你受罪了啊！爸，只要茵茵能退婚，咱们家蒸蒸日上，就算再挨2顿打也不算什么。好儿子，茵茵，来，快过来谢谢你哥，你大哥呀，替你把罪都受了。别把什么锅都扣我头上，是他自己甘愿做风明州的狗腿子，就应该有被揍的责任。茵茵，你这丫头说话怎么？昨晚风四的秘书给我打电话了，说合作的后续啊，还需要详谈一下，让我们派个人过去。好，我马上派人过去。啊不，我亲自去。阿姨，你跟我一起去，跟在我后面啊，听一听，学点东西就好啊。好，爸，听您的。爸要是不想让合作进行下去，可以带他去。你这话什么意思？想必爸应该也听说过，我的好大哥之前跟风明州的关系很好吧？如果你想把事情搞砸，那你们都可以跟着去。阿姨，是真的吗？爸，我不太清楚啊，我只知道风明州跟他二叔关系不是特别好，但绝对达不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啊。既然这样，那阿姨，这次你就别参与进来了。不是福堂，我们阿义只是跟风明州玩而已嘛。再说了，他现在正是需要跟你学东西的时候。那这样吧，谈合作的事情你不带他去就算了，那后续真正的合作还是带着阿义去多见见世面，好吧？我爸都已经带他见过那么多世面了，还没见他谈成一桩生意。由此可见，他根本就不适合做生意。所以啊，再怎么见世面都没有用。茵茵，我知道你对于我和你大哥一直都有恶意，但是我们阿义一直都是把你当亲妹妹看待的。他为了你的事操了多少心？你看啊，他跟风明州那么铁的关系，现在都已经散了，是吧？你爸现在身体也已经大不如前了，你就让你哥哥跟着你爸去多见见世面。我也是为了我们林家好，万一将来有哪一天我跟你爸真的倒下了，你哥哥他也能独当一面，是不是？詹阿姨还真是高瞻远瞩啊，怪不得姓詹呢。我爸身体还这么硬朗，詹阿姨就已经这么早替我爸把后续的财产分配都想好了。依依，你怎么能够这么想我呢？你这样说话，阿姨真的好难过啊。好了，茵茵啊，你真是不懂事。你张阿姨和你大哥那都是为你着想啊。行了，爸，您仔细想想，如果他们母子二人真的为我们父女好的话，
就不会在我们去跟风明州退婚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父女被为难、被侮辱。毕竟我大哥跟风明州的关系不是很铁吗？不会连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到吧？对吧，大哥？哼。小林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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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让我告诉你，一会儿有场酒局，让我陪您去一趟。你确定是让我去？我原来可从来没去过这种场合。是的，林总等会儿有一场上面举办的慈善晚会，抽不开身。林毅呢？他怎么不去？林总说林副总受伤了，不方便去。行，我知道了。爷爷啊，怎么了？爸，您现在在哪儿啊？我跟你张阿姨来参加慈善晚宴，你有什么事情吗？那个，我听你助理说，老公，快点儿，要拍照了。好，爷爷，有什么事情待会儿再说，我这边要拍照了。好。风少，林出门了。知道了。喂，你人呢？抱歉，小林总，我家这边有些堵车，您先进去，我马上就到。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好。阿四，我看到你那位小女友了。什么小女友？就是之前你亲自给她上药的那个人，她进了隔壁别人的包厢。哎，你干嘛去了？你们先吃。放开我！放开我！林烨，想见你一面可是真难啊！傅明舟，你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疯了？哼，我疯了？我再疯，能有您林大小姐疯吗？给老子戴绿帽子，勾引的还是我亲二叔。林烨，你玩的可是真花呀！傅明舟，我那天就该把你砸成脑残！哼，你这张小嘴儿啊，真是让我又爱又恨呢。有的时候，老子恨不得马上就宰了你，但有的时候还特别想爱抚爱抚。就像现在，哟吼，今天怎么这么乖啊？风少，没事吧？给我按住那个臭女人！老子这次一定要弄死她！南竹啊，你也知道害怕呀？给你脸不要脸是吧？把准备好的酒递给我。你放手！你今天你让我这帮兄弟们舒服舒服。放手！风少，有人敲门，让他滚！你他妈都给我喝了！老子让你滚！上次跟你说的话你记不住是不是？二叔，这是我们两口子的家务事儿，您能不能别管了？我跟他已经退婚了。哎呀，你把嘴闭上！老子不说退婚，你退得了吗？二叔，您虽然贵为长辈，但是我的事情有我父母，您能少操心吗？好啊，你过来。
二叔你既然知道她是你未婚妻，你为什么还做那种事情？哪种事？不好，傅先生，酒里有药，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哎，不是，开门，冯总。冯总，我们去哪儿？先去林家送她回去。好。别走，酒里有药，帮帮我。你干什么？冷静点。你快送我去医院，我坚持不了多久了。把钥匙给我，你先下班吧。叔叔，我要。小福死。小狼啊，过来坐，聊一聊。风先生，想聊什么呀？我已经跟我大哥打过电话了，他同意你和明州结束婚约。从此以后，明州不会再骚扰你了。谢谢你啊，风先生。不如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很契合。没关系，我给你时间好好考虑，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风先生，我觉得我有资格做你女朋友。林家虽然比不上风家，但是两个人交往看的也不全是家庭背景，不是吗？我学历不比你差，长得呢也算可以。哼，你很有自信嘛。不过风先生，我不要求你能像普通男朋友那般对我，我只是想要一个身份，能正大光明的站在林家，也让我日子好过点。如果风先生什么时候想结婚了，我随时都可以退出。好，我答应你。好，那先这样。李助理，你过来一趟。李助理，我在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吗？小林总，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最近工作很辛苦吧？啊，不辛苦，不辛苦。怎么会不辛苦呢？假传圣旨的活儿不是干得挺好的吗？这件事儿啊，等会儿我还得跟我爸好好说一下，让他好好奖励一下你。我不明白，小林总，您什么意思啊？听不懂没关系，听不懂就让我爸好好解释给你听。喂，爸，有一件事。小林总，我错了，我错了。你只有一次机会，不想被开除起诉，就好好给我交代清楚。我说，是你哥哥，是你哥哥让我做的。看见了吗？就是他。放心吧，林小姐，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他。谁啊？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快走啦！哎，爸，这么晚了，你们去哪儿啊？一哥被人打伤住院了，我和你阿姨去医院看看。爷爷，你早点休息啊！走了。什么狗屁监控，早破完不坏，偏偏这个时候坏，轻点嘛！你小点声，不要被他给听见了。我都这样了，你还让我忍着？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儿子，
被人打了还不心疼我？他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在乎，你以为你这个继子他能有多在乎？我告诉你啊，在股份拿到手之前，你给我把样子装好了。知道了。喂，你好，你是？是我啊？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我知道自己女朋友的手机号码，很意外吗？那风先生找我有什么事？今天晚上有空吗？有啊。有一个聚会，你介不介意跟我一起去一下？我是你女朋友，这种事情我当然愿意了。好，那我一会儿来接你。风先生说的聚会地点是私人住宅吗？这看着还不错嘛。这里是哪里啊？是你自己家吗？这是我父母家。啊，还挺好看的啊。啊，你父母家？那我现在能反悔吗？来了，进去吧。最近都去哪儿了呀？最近出去玩了，我去了趟马来西亚。哎，这地儿都在呢。小四来了。民众，怎么回事？林英怎么跟你二叔在一块儿？啊？我怎么知道？小四，这是谁啊？这还用问？这么亲密，肯定是女朋友啦。哎，这姑娘我怎么看着有点面熟呀？我妈呢？啊，你妈呀，去厨房了。每次咱们家庭聚会啊，她都不闲着，非得亲自下手。走。妈，我回来了。哎，老光棍回来就回来了呗。我这一次是带女朋友回来的。阿姨你好，我是林音。好，什么时候来的？小四要带人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你看妈都没收拾一下。妈，您不用收拾，也很得体。哎，跟你爸一样老古董，给不出什么好建议来。你先带林音到客厅去坐一会儿，妈还有2个菜，马上就好啊。去吧。你先去坐会儿，我接个电话。去。过来。你干什么呀？放开我！风明珠，你别发疯！你这个贱女人，什么时候勾搭上我二叔的？无可奉告，贱人2字我凤凰给你。打呀！你今天最好打死我！我就知道你这么强烈的要跟我退婚，肯定是有了新靠山。是啊，那既然你记得我们已经退婚了，那我跟谁谈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林音，你个贱人，你别太猖狂！你给我戴绿帽子，老子不会放过你。是吗？那你来啊！看来你还没被你二叔那巴掌打舒服。贱人！哎呀，你二叔给我来电话了，所以你还要继续跟我在这聊下去吗？怎么样了？找林一问清楚了吗？那林一和你二叔什么关系啊？那还有什么关系？就是那种关系。这个贱女人偷偷勾搭我二叔，怪不得那天他还和你爸打电话让你们俩退婚，原来是另有所图呀！我去告诉我奶奶去，揭发他们2个的恶行。冷静点儿！我怎么冷静？我冷静不了啊！那个贱女人背着我，偷偷给我戴绿帽子，还拿我二叔来压我，我咽不下这口气。可是你二叔是你奶奶心尖上的人，你这空口无凭，你奶奶未必会相信你。再说了，今天家里来了那么多客人，你在这里跟林一闹起来，这脸面往哪搁呀？
那怎么办？我去找那丫头，让她知难而退。你说你爸叫林富堂？是。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呢？哎，小四，你大哥是不是跟咱们提起过这个人？我怎么记得明州那个岳父的名字也叫这个？那个妈，您应该是记错了。哎，是吗？妈，二弟，你们都在呢。如云，这是小四的女朋友茵茵。茵茵啊，这是小四的大嫂，你也跟着叫大嫂就行了啊。快叫啊！妈，他们毕竟还没结婚啊。好，您就别为难他了。哦，对了，姑妈来了，我们去看看她。哦，好，你们先聊着啊，我一会儿就过来。怎么了？感觉压力很大。没有，就是你来带我参加宴会之前，怎么没说是来见父母啊？家庭宴会嘛，走个过场。害怕了？害怕倒是不害怕，就是有点膈应。你想啊，你跟我结婚，跟我大嫂就是妯娌关系，还让明州叫你婶婶，难道不好吗？好像是这么回事啊。那我先过去了。林茵啊，我们真是小看你了，你这恶心人的本事可真够大的。您过奖了，跟你儿子比，我这个呀也只是个小学生。别在这油嘴滑舌的，如果你不想名声扫地，趁早跟风四分手。为什么我会名声扫地啊？我正常谈恋爱，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啊。你别装腔作势了，老太太如果知道你跟明州订过婚，不会让风四要你的。到时候闹到老太太面前，你丢人可就丢大了。你怎么就知道老太太不清楚我跟风明州交往过呢？哼，你这点小伎俩，在我儿子面前耍一耍是可以的，但不要想着蒙我。老太太要是知道你跟明州订婚的事儿，今天你进得了这风家大门吗？看在我们俩差点成为婆媳的关系上，我也不为难你。你只要老老实实的跟风四分手，这事儿我就不会宣扬出去。你瞧不起我没关系，但是你也太不把风四放在眼里了吧？你想啊，他既然敢亲自帮我退婚，又能带我来参加家宴，你觉得他会害怕有人在老太太面前举报他？你这么说来，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是吧？ No， 你儿子才是死猪，我呢是个正常人。抱歉啊，我要去陪我未来婆婆聊天了，就不跟大嫂你闲聊了。你臭丫头，谁让你在这嚣张的？这是风家，不是你放肆的地方。我让你滚，你听到没有？大嫂，您什么时候得罪你了？二弟啊，你的女朋友对我出言不逊，我就随便说了她两句，她就让我闭嘴，还让我少管闲事儿啊。茵茵，是这样吗？谅他也不敢说实话。如果被老太太知道他跟明州订过婚，是绝对不会让他跟风四在一起的。不是的，我刚才只是叫了他一声大嫂，他就突然变得很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嫂啊，不是大太太，对不起，如果你不喜欢我叫您大嫂，那我以后就不叫了。但是您刚才说我配不上风四的这句话，我不同意。我呢，跟风四是真心相爱的。虽然说林家比不上风家，但是凭我的出身和履历，我不觉得我有哪里配不上他。况且他很爱我，我呢也很爱他，所以只要他接受我，我就永远都不会离开他。你少胡说八道！我们刚刚大嫂，你的手
未免时间也太长了吧？我封四要找什么样的女朋友，不需要经过大嫂的同意。二叔，你这话说的也太过于冠冕堂皇了吧？林一明明就……明州，长辈说话呢，你闭嘴。妈，二弟，大嫂没别的恶意，就是希望你不要被乱七八糟的人给骗了。大嫂，你当我封四是3岁小孩吗？这点判断力都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行了行了，算了，你大嫂啊也是一番好意，别再为这点小事在这里吵。哎，别人看你们笑话呢。妈，林英对我来说不是件小事。好了，林英是我封四选定的人，她是我的女朋友，是结婚还是分手都不用别人来插嘴，包括你们。风先生，今天的事情不好意思啊，给你惹麻烦了。你惹什么麻烦了？就是跟你大嫂起了争执，还扫了你们家庭聚会的兴吧。我说过，作为交换，我会满足你的一切需求，包括保护你。谢谢你啊。不用谢，我会讨回来的。走吧，我送你回家。让开！没想到我的好妹妹有这么大本事呢，刚甩掉风明州，就又勾搭上这么大的人物了。林毅，拿开你的脏手！我带你去见个人，走。你去哪儿？你放手！哎，你放手！风少，人带来了。你个死变态！你敢跟踪我？你敢打我？别他妈废话，弄出来！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上去！林烨，你可真是好样的。是啊，我一直都是好样。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会变着法的作死，落在我手上还死鸭子嘴硬。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敢拿你怎么样？对啊，你真敢拿我怎么样啊，就不会在家庭宴会上连个屁都不敢放。贱女人，别逼我现在弄死你二叔是什么样的人，就不用我提醒你了吧？如果我死了的话，你也会跟着一起葬。是，我现在是不能动，但是你最好祈祷你跟我二叔不会分手，要不分手的那天就是你的死期。你怎么知道啊？我不会成为你的婶婶呢？乖侄子。贱人，老子弄死！说完了吗？说完我就下车了。你二叔还等着我打电话给他报平安呢。走了，乖侄子。爷，你说你当时为什么就不听大哥的话呢？跟着风少多风光，看看你现在落到什么地步了。林烨，我那天就该2条腿都给你打断。哎，风少，您没事吧？林恩这臭丫头简直是太嚣张了，自从跟你二叔扯到一块儿，简直无法无天。哎，你说他不认识我二叔，我二叔又刚从国外回来，他是怎么勾搭上的？他呀，谁他都勾搭。别废话，听着，你现在继续给我去林家盯着，务必给我查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勾搭上我二叔的。怎么办啊？看来傅明舟说的没错，我确实是该考虑考虑跟风四分手以后的事情了。
毕竟都已经浪费这么多时间了，总不能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吧？我可以趁风四在没厌倦我之前，尽快把爸爸的心拉回来。爸，张阿姨，你们回来了啊！快坐下吃饭吧。茵茵今天怎么了？心情这么好，竟然都主动开口叫我阿姨了。今天有什么喜事吗？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哎呀，爸，难道你忘了？我从10岁的时候就学会自己做菜，只不过这些年我太懒了，一直都没给你做。不过喜事嘛，确实是有。哎，你先坐下，我慢慢说。好，今天我就好好尝尝我宝贝女儿的手艺。快尝尝。味道真不错呀。茵茵啊，你要说什么喜事啊？爸，我跟风四谈恋爱了。我跟风四谈恋爱了。他现在啊，是我的男朋友。你说什么？你跟风四谈恋爱？对啊，什么时候的事情？就这2天。今天我跟风四去他们家见了他父母，事先没跟您商量，你可千万不要生我气啊。爸爸怎么会生气呢？我就知道我的宝贝女儿啊有本事，竟然呢连风四都能拿下。以后啊，我们不用害怕风明州父母，生意上啊也有靠山了。我们家茵茵呀，长得漂亮，学历又高，能吸引风四这样的大人物，一点都不意外。对了，爸，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说。就是咱们家跟风家的那个新塘的项目，我想接手过来。那个项目已经交给你哥在跟了。爸，这个项目不是刚刚开始吗？现在接手过来也不麻烦呀。这倒也是，不是。茵茵啊，现在公司有好几个项目都在同时进行呢，要不你让你爸给你转接别的项目吧。你看啊，你哥哥现在做生意刚刚有点起色，你爸也是想好好栽培他，那你看这个项目你就不要跟你哥哥抢了吧。张阿姨，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个项目是我从风四那儿拉来的吧？怎么就叫抢了？茵啊，你不要误会，阿姨没有别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哥。张阿姨，我没有误会您的意思，只不过啊，这个项目呢是风四要求我跟的，毕竟以后我跟他还要结婚呢。风家家大业大，他也需要一个贤内助啊，帮他打理。风四说了要娶你？是啊，要不然他也不可能主动要求我跟啊。好，跟风四的新项目合作就交给你来跟了。谢谢吧。哎，副堂，那阿义呢？他好不容易才……哎，没关系，咱们公司啊还有那么多项目呢，让阿义去跟别的项目。这方案再改一下。是。喂，风先生，是我。啊，什么事？我刚刚在你们公司谈项目，现在已经快要中午了，想约我的男朋友一起吃午饭，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忙，没空。哦，那就不打扰你了。还挺能装。风总，今天晚上的酒会还需要公关部的人陪您一块儿去吗？不用了，让公关部的人下班吧。好的。不如让他……
喂，风先生有事吗？那个，你今天晚上有空吗？忙，没空。学我说话。刚刚会不会太过了？哎，算了。喂，风先生，待会有事吗？我突然想起来，我今天没什么事儿。你有事吗？哦，我晚上也没事儿。你生气了？我以后跟你说话的时候，我尽量多注意自己的语气。就不信治不了你。喂，晚上有个酒会，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伴啊？好啊，几点钟？哦，晚上8点钟，我让司机来接你。好。今天的酒会办的真不错呀！是，真是好久没见了呀，难得大家聚在一起，来干杯！好，来。最近在忙什么？哟，风总，金屋藏娇啊，带了这么漂亮的夫人。您过奖了，我哪像您一样啊，3天2头换口味。我这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专一。哪里，我还年轻，身体棒。是啊，风总真是好福气啊，找了林小姐这么优秀又风趣的人。过奖了，是您太有亲和力了，所以我才会这么放松的。那我们先失陪了啊，好。会的。来，干杯！干杯！我跟你说的那个项目，你考虑了怎么样？会合作的，再好好商讨一下嘛。好。干杯！那一定要好好考虑了。先喝酒，再说那些怎么样？好着呢。跟林小姐今天晚上聊得可真尽兴啊！别忘了咱们的约定，周末一起去打球，聊聊合作的事儿。这么大了，好。是，上次见着还是个小孩呢。对呀，还抱过他呢。可以啊。你喝多了，喝一杯。走吧，我们回家。再闲聊。好。哎，那个大家我先失陪了啊，吃好喝好。好的，风总慢走啊。约会还没结束，这么早出来，会不会不太好啊？都是老朋友了，还不如多陪陪你。谢谢。不客气，应该是我感谢你，你帮我拉到的生意。那风先生打算怎么感谢我？要不然做生意赚了，分我一点。可以啊。这种事儿你怎么能胡乱答应呢？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哎，不如这样吧，要不然你到我这儿来工作，薪资待遇我给你翻1倍。我才不要呢！我要做风先生的同事，做了风先生的下属员工，那我要是搞砸了，不仅丢了工作，是不是连恋人也做不成了？好了，我先送你回家吧。不要，先去风先生想去的地方就好。难道我还没有资格送你回家？当然不是了。行了，那不就对了。我们先下楼，我带你回酒店换衣服。麻烦你送我回来了。不客气，应该的。哟，风总，来，去家里坐坐。今日不太方便，改日再拜访吧。那好吧，改天风总有时间呢，一定来家里吃个便饭。那我先走了。没想到啊，这风四对我们家茵茵这么好。爸说的是哪里话啊？我是他女朋友，他对我好不是应该的吗？当然应该。那个，我们家茵茵是最优秀的。就是。来，茵茵，跟爸爸回家。走。爸爸跟张阿姨今天晚上去哪儿了？今天晚上和你赵叔叔他们一起吃了个饭，顺便聊聊下个季度的合作。真好啊，我都好久没有见过赵叔叔、赵阿姨他们了。要不然爸爸把下季度的合作交给我好不好？好，都交给你。爸爸对我真好。你站住！过来。林茵
他都快把公司给抢走了。都这么晚了，你又去哪里胡混了？去哪儿胡混啊？傅明洲觉得林恩跟风四认识的有猫腻，所以让我调查他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调查到了？哪有那么容易啊？林恩的朋友都防着我，什么也问不出来。我看你就是个笨蛋。林恩几乎天天都在家里睡觉，那你就问一下家里的保姆，她是哪天夜不归宿的？肯定是那天开始跟风四接触上的。然后你再让风明洲利用他那边的关系去调查一下他二叔跟林恩是在哪里开的房，不就都清楚了吗？真是没想到啊，你竟然这么会演戏。张本林今天怎么了？竟然不装了，是想跟我撕破脸吗？也难怪会吸引到风四这样的大人。你这么会演戏，什么样的男人都会被你骗到啊！林一，你给我站住！张本玲，你没病吧？你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你不认可我就算了，你竟然还要一次又一次的羞辱我！我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又吵起来了？福堂，美玲，怎么哭了？茵茵又说什么了吗？福堂，要不然我们还是离婚吧。这种日子我真的已经受够了，我已经尽力了。茵茵她不喜欢我跟阿义，也不肯接受我们。这种日子再过下去，我早晚都会压抑出病来的。茵茵，怎么好端端又跟张阿姨闹矛盾了？前2天不还好好的吗？爸，要不然你问问张阿姨，我到底是说了什么，让她这么生气？茵茵，我一直都是真心实意的待你，我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但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接受我呢？张阿姨，您先别着急，给我扣这个帽子。我就是想问，您刚才说我对您出言不逊，我到底说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茵茵，你怎么这么狠心？你刚才那些不堪入耳的话，竟然还想让我再重复一遍，你是想要再羞辱我一次吗？茵茵，别胡闹，快点跟你阿姨道歉。还笑，快点道歉。不就是装吗？我也会。张阿姨，对不起，我给您道歉。可是我已经给张阿姨道过歉了，您是不是也应该给我妈妈道歉？爸，刚刚我只是说了句今天的早餐很像我妈妈生前做的味道，张阿姨就质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忘记我妈妈而不接受她。张阿姨，我就想问问你，您在我妈妈头七还没过的时候就嫁给了我爸，你还要我怎么接受你？爸，本来我看在张阿姨跟您为了我退婚的事情忙前忙后的时候，我都已经说服自己想去接受她了。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逼迫我忘记自己妈妈而去接受你呢？不是的，茵茵，你怎么能够胡言乱语编造事情呢？我根本就没有。我胡编乱造？爸，算了，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但我这2天的表现，你应该都已经看到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茵茵，看看你干的好事，茵茵都已经打算接受你了，你还想怎么样？难道非要她现在就接受你，喊你妈妈？老公，我没有，那真的是茵茵她。茵茵是我女儿，她从小到大什么性格我明白，她是不会撒谎的。我告诉你，她今天下班以后，你好好给我给她道歉。怎么了嘛？大早上的，
您怎么跟他吵起来了？还不是林一那个死丫头。哎，你说她最近是吃错什么药了，变得那么会伪装，害我在林福堂面前辛辛苦苦维持的好形象全都毁了。他再能装，能有您装吗？胡说什么呢？不是妈，我的意思是他再有能耐，在您这儿不也是被压在五指山下的一个孙猴子吗？拿捏他不还是轻而易举？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要小看这死丫头，她最近傍上了风四，林福堂对她很是看重，现在她又哄着林福堂渐渐接手了公司很多项目，我看要不了多久，她就会彻底把林福堂的心都笼络过去。那怎么办？那我怎么知道怎么办？除非让风四跟他分手，他没了靠山，那林福堂就不会这么偏袒他了。风少，林跟您叔叔的关系越来越近了。哎，不是，风少，我是真有事儿，求您帮忙出主意。什么事儿？说吧。自从那个林跟风四在一起以后，在家里是越来越嚣张了，欺负我妈就算了，林福堂那个老东西还越来越看重他。您是知道的，有您二叔在，林在生意场上是如鱼得水，这以后想拿捏他可就不太容易了。你到底想说什么？风少，我知道您对林这口气一直没咽下去，不光是你，我都看不惯他，所以能不能找个机会把他们两个分开？只要他们俩一分手，林不就没靠山了吗？废话，我用你教我呀？不是，风少，您足智多谋的，我觉得您一定有办法。我是不能轻易动林一，但可以利用林毅这个狗腿子。二叔如果真的追究起来，也只会找林毅的麻烦。办法有啊，就看你敢不敢。只要能让他们两个分手，我什么都干。好，我二叔这个人呢，有很严重的洁癖，最不能容忍被人背叛。只要林音给我二叔戴了绿帽子，那我二叔不但不会要他，更不会让他好过啊！让林音给你二叔戴绿帽子？可是风少，除了您，我还真没见过林音跟其他的男的走得近过呀。你是真宠，他不会主动给我二叔戴绿帽子，你不会让他被动戴。哦，我懂了。哎，对了，风少，您上次让我查的那个林跟风四怎么认识的，我查到了。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您看，这林多贱呢，主动坐在您二叔的腿上。林一，你可真是好手段，难怪那天在酒吧里，我二叔怎么突然说出那么奇怪的一句话。哼！爸，你找我？爷啊，昨晚你这阿姨啊，都已经给你道过歉了，你就别生气了，原谅她这一次吧。乖，这才是我的好女儿。哦，对了，明天就是你爷爷80岁大寿了，你呀，别忘了来，我跟你姑姑呀，在酒店包了场子。爸，爷爷过生日，我怎么会忘呢？你放心吧。好，那我先去开会了啊。喂，是我。不想被我二叔知道你算计他的事情，我劝你最好别那么着急挂电话。林音呐，你可真是狡兔三窟，让我费得一番好劲呐。我说我怎么连你一个臭丫头片子都制服不了，原来你第一时间把主意打到了我二叔头上。哼，哎，让我猜猜，你跟他睡过之后会怎么跟他说啊？说是我为了利益亲手把你送到我叔叔床上的吗？还是说你暗恋他许久，迫不及待的要当个婊子送到他床上啊？啊，你猜我二叔知道你算计他的事情，会用什么办法弄死你？风明舟，你是被气疯了，还是对你二叔太蔑视了？你以为你二叔跟你一样是个目光短浅、不知道小脑长什么样子的人吗？臭婊子，你还嘴硬是吧？你既然那么了解你二叔，就应该知道他不轻易对一个女人好。所以你猜，我爬上他的床是算计他的，还是他默许的？林烨，我了解你，你是一个善于狡辩的人。别着急，
等我拿到了你算计我二叔的证据的时候，我看你还能不能这么硬气。你想拿就拿喽，是么巴巴的给我打电话啊？是想跟我求复合啊？抱歉啊，我林音可没有吃屎的癖好，封上你这头大便，就请自产自销吧。你贱婊子，是你逼我的。林小姐，封总还在开会，可能需要等1个多小时。如果您还有别的事情，我可以帮你将东西转交给封总。啊，没事，不用了，我正好有点事情想当面跟他说，那我在这等一会儿就行。好的。这么干等着也不行啊，我得想个办法。啊，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喂，啊，哦，我爷爷生日宴啊，哦，在哪儿办啊？曼什么？森什么？啊，曼森酒店是吧？啊，在曼森酒店。啊，好，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不好意思啊，那边有点急事，我就先走了，就不能等封先生了。这些东西麻烦你转交给封先生。好的，谢谢。封总，林小姐来过了，这是她为了答谢您那天送她回家特意做的点心。她什么时候来的？您刚进会议室，她就来了。后来等了您许久，接了一通电话，说是她爷爷在曼森举办生日宴会，有事儿就先离开了。倒是挺会做样子，明知我不会吃这些东西，也愿意花心思做给我看。真是难为你耍的小聪明啊！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你呢？去给老人准备一份礼物。家孩子大了吧？老爷子是家里人。哎，茵茵来了。茵茵来了，最近越来越漂亮了。好久没见了，姑姑。是啊，是啊，我敬你一杯。哎，好，来。来，干杯！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难得聚到一起。林小姐，您父亲说你胃不好，让您不要喝太多酒。好，谢谢。哎，茵茵，你怎么了？喝醉了？好像是有点醉了。看你这模样，醉得挺厉害。要不你到休息室睡一会儿，待会儿给你爷爷拜寿的时候，我去喊你。也行。服务员。林茵离席了，你们动作快点，把摄像头弄好。都准备好了，待会儿一定要让他现场直播给全场的嘉宾看。你放心。林小姐，您先休息一会儿，我就给您倒杯水。好，谢谢。你是谁？你要干什么？林小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包的亲人呐，是你让我进来伺候你的。不要害羞嘛，林小姐，我会好好抱紧你。救命啊！你别跑！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封总，需不需要我再给林小姐打个电话？不用了，你去前台问一下林小姐在哪个房间。好的。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封总，林小姐在3楼 VIP 厅。好，我们走吧。
风嫂，救我！臭娘们儿，可算让我找到你了！敢打我！你谁啊？你给我让开！滚！等着，你给我等着，等着！醒了。嗯。家庭医生说你昨天晚上酒里被下药了，现在不适合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先喝点粥吧。谢谢你啊。你都不问我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既然是你的隐私，你要是不想说的话，我也不过问。也不算什么隐私，就是家庭上的一些矛盾罢了。我妈头七还没过的时候，我爸爸就迫不及待的把我的继母跟继兄带回了家，而且呢，他们一直都觉得我是他们的绊脚石。这些年如果不是我在，恐怕我爸爸名下的财产也早已经到他们手里了。因为我与你成了男女朋友的关系，所以这2天我爸爸对我还挺好的。以前不让我接手的项目，现在也都已经逐渐让我接手了。所以呢，我继母他们看不过眼了。我继兄林毅跟你侄子风明舟关系很要好，之前我和风明舟退婚的事情也是林毅从中阻拦的，还有上次他们给我下药，也是林毅在一旁协助的。需不需要我帮忙？这种事情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啊？你都已经帮了我那么多了，算了吧，谢谢。没有关系，既然我们有合约在前，我理应给你庇护。只要风明舟不找我麻烦，家里的事情我都可以慢慢处理好的。不过，如果风先生要是实在想帮我的话，不如可以加深一下2家公司的合作。毕竟现在我是林氏的负责人，不知道风先生介不介意让我这个负责人多赚点钱呢？好啊，可以啊。明天我派人去林氏。我开玩笑的，你都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怎么还好意思赚你那么多钱？放心吧，风氏从来不会做赔本的买卖，只要林氏可以履行合约。您放心，林氏不会做自毁前程的事情。要不然今天晚上还是留在这儿吧。那今天我不想再吃药了，希望以后由风先生做保护措施吧。好，我会的。一会儿我安排人送你回家。爷爷，你去哪儿了？从昨天中午你爷爷生日就看不见你踪影，到今天上午也没去上班，你到底去哪儿了？是啊，茵茵，我跟你爸都快急死了。你大哥他去看监控，怎么看到你跟一个陌生男人一起走了？茵茵啊，你可千万别犯傻啊，跟着风四多好。我告诉你，林茵，你以前和风明舟订婚惹出来的麻烦，我就不跟你追究了。现在你和风四在一起了，如果再惹出麻烦，你看我打不打断你的腿？爸爸这是怎么了？变脸速度未免太快了吧？昨天不还说我是您的宝贝女儿吗？你当然是我的宝贝女儿，但前提是你必须和风四好好谈恋爱，不能出幺蛾子。要是因为你和别的男人拉拉扯扯，风四选择跟你分手，你以后就不用再进我们林家的大门了。爷爷，昨天跟你一起离开的那个男人是谁啊？你可一定要处理好了，别被风四发现了。哎，我还听风明舟说过，说他二叔啊有很严重的精神洁癖，特别讨厌别人背叛他。我怎么不知道昨天有陌生男人和我一起离开啊？那监控拍的都清清楚楚的，爷爷别狡辩了。空口无凭，有本事你倒是直接把视频拿出来甩我脸上，好让我看清楚这个男人到底是谁啊！哎呀，茵茵，你就别这么较真了。你大哥他没有别的意思，他就是关心你跟风四的感情。哎，至于那个监控啊，你大哥担心有人会泄露给风四，已经找人第一时间帮你给删除了。他呀，要是真对我好，就会第一时间拿着视频去找风明舟了。哎，不是，茵茵，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怀疑你大哥故意要给你泼脏水，而破坏你跟风四的感情吗？哎，这话是你说的，可不是我说的。对了吧？昨天晚上风四答应我说要深度跟林氏继续合作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啊？我想跟您详谈一下。当然有，
不过也没什么。风四说会派人亲自去林氏详谈，还是那个要求，说让我继续担任林氏的负责人。那是自然的。不过爸爸，我也有个要求，但是想单独跟爸爸聊一聊。好，我们去书房。妈，你跟上去看看。茵茵啊，书房没别人，有什么你就直说。爸爸，我想要公司20%的股份。茵茵，怎么突然想要股份了？是不是嫌爸爸老了？爸爸，怎么会呢？您在我心里啊，永远都是高大帅气的形象。只不过茵茵担心，如果有一天爸爸真的老了，干不动了，那这个公司谁来管呢？但是有我在的话，我一定会把爸爸这么多年辛苦打下的江山啊守护好的。你就答应我嘛，好不好？我可是爸爸唯一的亲生女儿啊！况且有我在，风四呢只会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输送利益。我可是他的女朋友啊，他多给我们分点利益怎么了？我们茵茵呐，真是长大了。好，20%就20%。你的工作做的确实比你哥出色许多。再说还有风四那边帮你，爸爸也确实不能庇护你一辈子。谢谢爸爸，爸爸对我最好了。你个死丫头，原来胃口这么大，想越过我拿那20%的股份，哼！你也太天真了，不就是撒娇吗？老公，哎呀，你今天跟茵茵聊了什么？风四真的答应跟我们公司深入合作了？是的，咱们茵茵呐，可真是太有本事了。轻轻松松的就给我们拉来这么大的利益合作。你看，我早就说了吧，我们家茵茵这个丫头啊，虽然性子是火爆了一点，但是这人呢，有脾气就有本事。怎么样？你看我说对了吧？是，说得对。哎，老公，那茵茵给我们公司带来这么大的利益，你准备怎么奖励她呢？茵茵今天跟我提了这件事，她呀想要公司20%的股份。20%？那还真不少呢。傅唐，那你答应他了吗？答应了，明天呢就着手办这件事情。哦。怎么了？没什么，我还是不说了，免得你多心。哎呀，我们是夫妻，我有什么可多心的？那我要是说不让你给茵茵那20%的股份呢？为什么？真的不是我多事，但是这个风四是什么手段，你是知道的。自从他接手了风家的产业之后，那跟他对手的那些公司下场一个比一个惨。哎呀，傅唐，茵茵是我们的宝贝女儿，而且她又那么出色，你要给她股份，我真的没有意见。但是，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蹊跷了吗？蹊跷？有什么蹊跷的？哎呀，太快了！你想啊，这茵茵刚跟风明周分手，就跟风四在一起了。那风四是什么样的男人？要钱有钱，要颜值有颜值，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他怎么就偏偏看上差一点成为他侄媳妇的女人呢？哎呀，我们林氏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如果吞下林氏，对于风家来说也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嘛。再想想看，这风四是风明周的亲叔叔，哪有叔叔不跟侄子亲的？之前我们茵茵让风明周那么丢脸，风四他
凭什么还要对茵茵好？是吧？你说的有道理。茵茵一直认为风四对她很好，还一直这么关照她，答应呢要娶她。这一切啊，都太快了。你能明白就最好了。傅唐啊，我们茵茵她这么单纯，那个风四他城府那么深，怎么可能斗得过他？我知道你想要栽培茵茵，你想要给她股份，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是，至少也要等到我们看到风四真的娶她的那一天吧。我们茵茵呢，年纪也不小了，最多再过2年，肯定就要结婚了。那，你这个股份晚2年给她，也不是什么大事吧？你说的对，我明天呀找茵茵谈一谈。是。哎，茵茵，快点坐下吃早餐。谢谢。茵茵啊，爸爸有事要跟你说。爸爸，你说。昨天你跟我说的股份的事情，爸爸晚上回去又考虑了一下，觉得现在给你呢不太合适，爸爸想再晚2年给你，最好是等到你和风四结婚的时候作为陪嫁给你。好，你不用看你张阿姨，你张阿姨她什么都没说，这是爸爸的意思。爸爸突然改变主意，是因为你觉得我以前在撒谎骗你吗？当然不是，爸爸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只是爸爸作为父亲，必须为你的未来着想。风四确实很好，有权有势，只不过他是风明州的亲叔叔，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对你到底是几分真心。如果他真心娶你，那就皆大欢喜，那到时候爸爸给你的股份就不止20%了，直接给你35%，作为陪嫁。爸爸说的对，毕竟我还太年轻，没有您考虑事情周全，我都听您的。怎么样？我就说了吧，茵茵最听话了，她能理解我的苦心。那确实是我看走眼了，我们家茵茵啊，越来越懂事了。对了，爸，我也有件事想跟您说。什么事？风四昨晚给我打电话，说今天中午要来拜访您。真的吗？哎呀，昨天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好让爸爸准备准备啊？爸爸不用这样，风四以后就是自家人，跟自家人不必客气。不是，茵茵啊，你说的也对，但是他毕竟是第一次登门嘛，我们家礼数还是要做周全的。傅唐，我这就去厨房看看要准备些什么。好。我们家茵茵啊，真是优秀，爸爸太开心了。来吃早餐。妈，你为什么帮林荫招待风四啊？这是多好的拆散他们的机会啊！你就是眼皮子浅，在林傅堂面前，我当然要表现出贤妻良母的热情。他林荫不是想要利用风四来博取林傅堂的好感，这次，那我就让他博个够。喂，那个，风先生今天中午有空吗？你说什么事？我爸爸想邀请风先生中午来我家吃饭。那个他说是想见见我男朋友。风先生，你不用觉得为难，如果你不想来的话，我会去跟我爸爸说的。我去，我下班过去。好，就这样。二叔啊，就这还不够啊！林茵根本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心机女，咱们叔侄俩都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你可千万别再上她当了。我有没有被骗，我自己知道。二叔，这个林茵她真的不是个好东西啊！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她是不是好东西，我没看出来，倒是你
对一个退过婚的女人纠缠不休，你什么意思啊？好了，长辈的私事你就不要掺和了，回去吧。回去。冯总，可以喝一杯吧？我敬你。这杯酒应该我敬封总。这段时间呢，你没少照顾我们茵茵，也帮了我们林氏不少。哎，傅桃，你怎么跟风四这么见外呢？风四现在是我们家茵茵的男朋友，都是自家人了。对，你瞧我这第一次正式见面啊，还没改过来。一个称呼而已，我不介意。风四啊，你这么年轻就管理那么大一家集团公司啊，真是有能力。不知道你跟我们家茵茵年龄相差几岁呢？张阿姨，风四的年龄应该跟他的能力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吧？但是和你们的婚姻有关系啊。将来你们要是真的结了婚，那头一桩事情就是合八字。我这先问好风四的出生年月，那阿姨也好帮你们提前合一合八字嘛。哎，风四，你打算和我们家茵茵什么时候先把婚定下来？这问的什么话？他们年轻人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商量好了。我们家茵茵过完年26了，年纪也不小了。风四啊，你要是有这个打算，趁早定下来也好。爸，你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两个的事情，让我们两个自己做决定就好。这件事情还是先让我跟风四回去决定好了之后再告诉你们。你们就先别问了。爸爸不是没过问吗？只是随口聊聊，对吧，风四？订婚的日子，看林茵喜欢。好，茵茵，风四都说了，看你喜欢，你就别拿瞧了。你早点做决定，我和你阿姨啊也好见见风四爸妈，趁早啊把你们的婚期定下来。我上趟洗手间。风四不错，这小子挺好。你也来上厕所啊？对不起，其实今天不是我爸爸让你来的，是我。我知道。对不起，还有他们今天在饭桌上说的那些话，真的不是我的意思。这个吧，我也知道。那你不生气吗？确实很生气。比起道歉，我更想知道真相。风先生，对不起啊，我骗了你。其实那天晚上在酒店是我自己进去的，不是风明说把我送进去的。我知道我的行为很卑鄙，但是算了，我也不想为自己解释那么多。总之就是对不起。你是说风明州找过你吗？找过我。你倒是可以啊，风明州都找过你了，你还让我坦然见你父亲？早死晚死都是死吗？风总知道真相后总会处置我，还不如多为自己谋划谋划，多舒坦几天。你是跟谁学的坦白从宽这一招啊？没谁啊，我就是个老实人。老实人？你的脸皮倒是比风明州厚实多了，怪不得他斗不过你。对不起。比起道歉的话，我更喜欢补偿。这样的补偿可以吗？昨晚没回来，去找风四了。爸爸以为啊，你和风四就是简单的谈个恋爱，没想到这个风四啊，这样看重你。那这样说来，爸爸以前都不相信我说的话？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不信我女儿呢？不过呀，你赶紧抓紧时间把你们的婚事啊给确定下来，免得夜长梦多。好啊，不过最近有些忙，还有些项目没有忙完。反正风四的爸妈也挺满意我的。对了吧，您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昨晚我跟你阿姨啊考虑再三，决定提前把这20%的股份给你。
你这一边啊，忙着和风四谈恋爱，还忙着项目的事情，确实累。哎呀，爸爸也没什么别的好补偿给你的。谢谢爸爸，爸爸对我真好。咦，你怎么了？就一次没做错事，应该不会那么准吧？不行，还是去做个检查吧。差不多就有了。你怀孕了啊？有家人陪你过来吗？目前来看，各项指标都不错。如果决定要这个孩子，先建个档。不打算要的话，尽早做决定。月份越大，对你身体的损伤越大。医生，麻烦帮我安排流产手术。你确定不跟家人商量一下？确定。好吧。喂，晚上有空吗？一起吃饭。好。哎，我身体有些不太舒服。怎么了？要不要喝点热水啊？不用了，不想喝。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你到底怎么了？就是没什么，就是从明天开始我要出差1个月，一想到1个月都见不到你，我还有些舍不得。没关系，我会补偿你。那我先去洗澡了。哪位是林音？跟我进来吧。好。哎，你们怎么回事？快点啊！医生还等着呢。不好意思，我们不做了。下一个。怎么回事？就是你看到的那样。你怀孕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不告诉你不好吗？我们之前在一起的时候就约定过，不干涉彼此的私生活，不给对方造成麻烦。那现在这个孩子对你来说就是个麻烦，我只不过是提前帮你解决掉了。你倒是心狠啊！自己的孩子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只是各取所需嘛，你帮了我那么多，我自然也要遵守承诺。我们就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还得再此一约。等等，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个孩子是个麻烦？作为孩子的父亲，我有权利知道孩子的存在吧？就算你知道了也没用，我是不会生下这个孩子。为什么？给我个理由。因为我不会给除了我老公以外的男人生孩子。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娶你吗？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想过让你娶我。那看样子你是不想嫁给我。你看啊，嫁给我有什么不好？嫁给我你是明州的婶婶，而且你的父亲跟继母也不敢再找你麻烦了。真是啊。大早上的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哪句话像开玩笑？你真的是认真的？当然。等会儿，要不然你再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我有点懵。好，那我给你1天时间考虑。你说我到底要不要答应他？你答应啊？为什么不答应啊，茵茵？你就不怕他反悔吗？我有点纠结。有什么可纠结的？嫁给了风四，风明正跟他妈以后见了你还不得气死？就冲这点你就得嫁。可是这婚姻又不是结给别人看的。那你是想流产，一夜打回原形吗？你信不信，只要你打掉这个孩子，风四绝对会立刻跟你分手。
我知道。那你还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给风四回电话，快点，我就不占用你们时间了。喂，啊！他在意的只有孩子，难道真的要这样稀里糊涂嫁给一个不爱我的男人？你怎么来了？考虑的怎么样了？我想了一下，结婚不是2个人的事情。你爸妈如果知道我跟傅明舟订过婚的话，肯定不会同意我们结婚的。这不是你该考虑的事情。我只问你，你愿意？我愿意，但是没有但是。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到了你就知道了。开车。总有一天，他能碰见海面的无限，坠落一瞬间，落入海之间。我们直接去领证吗？可是我没带证件啊。没关系，你带着自己就行了。下车。哎，结婚证由我来保管，从现在开始你好养胎。风四，你真的不后悔？像你这样的身份，明明会有更好的选择。茵茵，你当初做我女朋友的勇气呢？这不一样。茵茵，比起这招欲擒故纵，我更希望你改成投怀送抱，我慢慢陪你玩。那我们就先回家见你父母吧。当然了，带着老婆孩子更好谈事情。你之前承诺过我，这件事不用我操心，我才不去呢，你自己解决。不用你开口，你就老老实实坐在那儿就行，其他的不用你操心。我才不信呢，你就是个骗子。林燕，刚领证就跟我表露你不想共患难的决心。哎，你这个人怎么倒打一耙呢？你明明是你说过的，什么都不用我操心。我是说过什么都不用你操心，但是没说过不带你见父母。是啊。啊，林一也来了，难怪小四一大早就跟我们说，务必要在家里等他。哎，快坐。好。小四啊，你把我们都叫到一起，是有什么事要说吗？我和林英领证了。啊？什么时候的事？就在刚刚回来之前。我不同意。明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奶奶，她不能和我二叔结婚，更不能生下我二叔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妈，因为这个女人就是和明舟退婚的女人。妈，小四的婚事不能同意啊！我也不同意。小四啊，这是真的吗？林音果真是明舟之前退婚的女孩？是。哎呀，你这也太荒唐了吧！妈，你不是很喜欢林一吗？喜欢归喜欢，喜欢就够了。我今天来呢，就是通知你们，至于你们同不同意，不会影响我们一家3口的生活。林一还要做详细检查，我们先走了。站住！风四，你今天不把那个女人赶出我们风家，你以后就……大哥，林一现在身体还没好，我劝你下面的话想清楚了再说。哎，有话慢慢说嘛。妈，他连他侄子不要的女人都接，这还怎么好好说？大哥，您说这话不太合适吧？哼，你没资格跟我说话，让小四自己说话。是吗？我不觉得我没资格跟您说话。我既然嫁给了风四，就是风四的合法妻子，也是他孩子的母亲，那我在风家就有说话的权利。风显宗，现在还是得尊称您大哥。如果您不希望我跟风四结婚的话，那就请您说服他；如果说服不了的话，那就请您就刚才那些话向我跟风四道歉。妈，你知道为什么明舟不要她了吗？这样的女人嚣张跋扈，毫无教养，那进了我们风家，那不是侮辱我们家吗？
大嫂不说我都忘记了。之前风明州在外面养小姐玩女人的时候，我父亲替我去你们家退婚。您二位对我父亲的侮辱，我都还没跟你们算账。你少胡说八道！我们家明州从小就是正人君子，你别泼脏水啊你！好啊，那我敢赌誓，我跟风明州退婚是因为他私生活不检点。大嫂，你敢赌吗？林一，你这个贱人，你还有资格说我？你偷偷摸摸的傍上我二叔，你怎么不说呀？好啊，看来这回不用我赌誓了，好侄子自己就承认了。妈的，你叫谁侄子呢？他不能叫你侄子吗？你是不是想被封家除名？小四，你侄子哪里说的不对了？对了，当初你亲自打电话让我放过林家，还让这个女人和明州退婚，那时候你们是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大哥，你也是看着我长大的，我想要什么东西，用得着偷偷摸摸吗？我若是想要林音，即便她没有退婚，我一样可以光明正大的抢过来。行了，我今天该说的话我都说了，从今以后，林音就是我的合法妻子。如果你们再敢侮辱她一个字，别怪我封四六亲不认。风四，要不然我们还是离婚吧，总不能因为我跟孩子让你跟家里决裂吧？放心吧，他们不会。怎么可能呢？刚刚明明都……适当的耍一些小脾气，说不定老太太还会给你一些补偿。啊！小四，你带着林音去哪儿了？波嬷，是我。啊，茵茵啊，刚刚在家里被你大哥吓到了吧？哎呀，他就是这臭脾气，你千万别生气，我替他给你和小四道歉。你现在的身体不能生气，知道吗？我还好，伯母。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挂了。这样能行吗？走吧。爸，你呀，去做些可口的饭菜。莹现在是孕妇，只要做的有营养又好吃。我这就亲自去做。好，去吧。爸，你知道了？当然知道了。风四天还没亮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准备你们两个人领证用的证件。万万没想到啊，我林富堂也有成为首富老丈人的这一天。这呀，全都是托了我宝贝女儿的福啊！爸，你难道就不担心被风四父母知道我跟风明州订过婚的事情？风四既然敢娶你，他就有办法解决。这些事情不是咱们该操心的。你好好养胎，最好投胎呀，给他生个儿子。这将来以后，风家所有的家产都是我外孙的了。爸爸原本还担心风四不会娶你，现在呀，放心了。这将来以后啊，我的所有家产都留给你和我外孙。终究自家的东西还是留给自家人放心。妈，您真打算动手啊？这可是犯法的。不动手还能怎么办？那老东西今天已经亲口说了要把全部的家产都给林音，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母子两个放在心里。既然他不仁，就别怪我不念夫妻之情了。
喂，怎么了爸？林烨，晚上回不回来呀？啊，我不回去了，一会儿风四过来接我。爸，你有什么事吗？啊，没什么事，就是关于项目那点事。我想让你拿给风四看看。这样吧，等会儿我让人给你送到风四那里去。啊，不用了爸，一会儿回家我顺路就回去拿了，正好晚饭的时候给他看。那我在家等你。开门，美玲，谁在外面？快开门！美玲，开门！美玲，是不是你干的？美玲，开门呐！哎呀，茵茵，你怎么回来了？你今天晚上不回风四那边住吗？哎，你爸还在公司没回来呢。没关系，我可以上去等他。哎，你怎么这么犟呢？我都说了你爸在公司，你去公司找他。让开！林茵，你是嫁出去的女儿，以后别想在这个家里撒野。以后这个家里我说了算。啊！你想干嘛？我也是见过世面，你还拿他来吓我？你捅我一个试试？你说，你怎么就那么自信？是不是以为这些年你背着我爸做的那些事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以为我敢捅你啊？切！疯子！小明啊，爸，你在屋里吗？爸，爸，爸，是你吗？爸，爸，爸，你说话呀，爸！爸，爸，你怎么了，爸？爸，你醒醒了，爸！喂，喂，是220吗？爸，你醒了。爷爷，爸爸对不起你，是真的对不起你。爸要是觉得对不起我，就要尽快好起来，等你好了，再好好补偿我。是陈美玲设计谋杀我，千万不能让他们私吞林氏，一定要抓住他们的狐狸尾巴。什么？爸，爸！林茵，你爸呢？死了，死了？这下你满意了？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什么叫我满意了？你爸爸是我的丈夫，他死了我肯定很伤心啊。行了，我爸已经死了，你就别在我面前虚情假意了，我看着可惜。林茵，你恶心谁啊？这些年不是我妈照顾你爸，你们的生活能过得这么滋润？你这个只会做人狗腿子的人，就别说话了。毕竟这些年没有你们母子在我爸面前作妖，我们过得比这好。你，阿姨，你别跟他吵，你是吵不过这个死丫头的。那老东西刚死，他现在肯定难受得很。
我们今天就不要刺激他了，反正过了今天，还有他更难受的。我们走。詹美玲，我爸是你的丈夫，也是你的初恋，他现在人就停在太平间，你不过去看他一眼？看他我都觉得晦气。丈夫，初恋，要不是因为他有钱，你以为我会嫁给他吗？我实话告诉你，当年我会和你爸分手，就是因为他没钱，一个死了的糟老头，谁稀罕再去看他最后一眼？我想的果然没错，说吧，是不是你把我爸害死的？你胡说什么呢？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害死的？你卧室里放的到处都是百合花，我爸本来就对花粉过敏，除了你，谁敢在卧室放百合？真是好笑啊！你说有就有，我跟你爸一个房间，我怎么没有看到百合花呢？林烨，就算你再讨厌我，想要置我于死地，把证据拿出来呀！哦，没有证据是不是？那就闭紧你的嘴！阿姨，赶紧把老头子死的消息传出去，然后通知公司所有人召开董事会。这么早召开董事会，会不会太快了？哎呀，我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以防林荫那边出岔子，要赶紧召开董事会，把林荫手里的实权抢回来。可是林荫手上还有20%的股份，林福堂将来一定会把遗产分给林荫的。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现在我们要趁着林荫和风四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先下手为强。好，妈，听你的。原本我不想这么着急召开董事会，但是傅堂他走得突然，又只留下1、2句遗言，为了完成他的遗愿，我就只有忍痛先召开董事会，再去处理他的丧事了。节哀啊，嫂子节哀。林董可留下什么遗愿？傅堂他死得好惨的，他是被他那个亲生女儿活生生气到哮喘病发去世。他临终前再三叮嘱我，一定要记得跟各位董事说，除了林荫手里那20%的股份，其他关于林氏的一切事务都不允许他再插手。怎么这么突然？这怎么回事？这还能干？觉得这样不太妥吧？是不是？我怎么不知道我爸爸做过这些事？詹女士，你能拿出证据来吗？林荫，谁让你进来的？你活活气死你爸爸！你怎么还有脸再来这里？你不做演员还真是可惜了。我爸到底是怎么发病的，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林荫，你活活气死了你爸爸，你还要在这里血口喷人吗？你跟风四未婚先孕，还企图要联手做空林氏。要不是被你爸爸识破了这一切，那就被你们2个给得逞了。你做了这么多猪狗不如的事情，怎么了？你非要让我全都拿出来说，让在座的各位董事再听一次吗？是吗？我还做过这么猪狗不如的事情啊？那请詹女士展开说说，我跟风四是怎么联手做空林氏的？就在刚刚，你已经被革除了在林氏集团的一切职务。你想听是吗？那我就回家慢慢说给你。但是现在是林氏集团召开董事会议的时间，你这个不相干的人没有资格进进，请你出去。我女儿没有资格参与，那我这个董事长呢？董事长，这怎么回事啊？之前那个消息刚才我就说没那么简单。你不是死了吗？要不是茵茵，我确实让你上了。林总，这是怎么回事？没怎么回事，詹美玲企图谋杀我未遂，还想驱赶茵茵，私吞我整个林氏。怎么能是这样啊？说他不是人才可以行了。果不其然啊！不是的，你误会了。我没有，那些百合花不是我放在卧室的。你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出去找我朋友了。是林荫，肯定是他搞的鬼。你不是让他回家拿文件吗？是他，肯定是他，是他提前动了手脚，就等着跟风四一起吞并林氏。福堂，你相信我，我是为了挽回我们林氏的损失，才召开这个董事会的。福堂，你是我丈夫，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呀。
你这个毒妇还在狡辩！我爸爸都已经亲口说出事实了，如果你主动去自首的话，我爸或许会放你。你这个小贱人，你跟你那个死掉的妈一样会恶心人，我要掐死你！你还想欺负我女儿？没事吧？麻烦你们把她带走，稍后我会去做笔录。好。干嘛？干嘛？干什么？副堂，副堂，副堂！林这个臭婊子，我一定要弄死你！滚滚滚！想骂人出去骂去，别他妈扫老子心！风少，林这个臭女人把我妈送进去了，我现在一无所有，还把我赶出了林氏。风少，你不是也恨林吗？要不咱们两个联手给他弄死？跟你联手？风少，只要你愿意跟我联手，你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都愿意。想弄林荫的办法有很多，主要是我怕你没那个胆量。我有。你听着啊，林荫呐，现在可是我二叔的心头宝，又怀了孕。你想救你妈，你只需要把林荫绑过来，我二叔着急孩子和林荫，自然会放了你妈。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要不然林荫早死我手里800回了。只可惜我没什么事情能威胁到我二叔，要不然我肯定把那个女人绑了，好好折磨折磨她。那你二叔会报警吧？你又不是真的要杀他，你只是要他们撤诉，放了你妈而已。我二叔是生意人，他算得过来这笔账，他不会以小博大的。明白了。喂，下班了吗？我过去接你。不用，我自己开车回去就行。医生不是说了吗？宝宝很健康，放心吧，我自己开车不会有事的。好，那你开车慢点，一会儿我在家等你。你们是什么人？喂，林荫，林荫，快去趟公司。好。有人吗？救命啊！有没有人啊？有啊。林毅，你想干什么？想干嘛？杀了你呀！我还以为你这个臭丫头是天不怕地不怕，原来你也怕死啊！林毅，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没工夫陪你在这浪费时间，陪你做废话。臭丫头，死到临头了还嚣张，信不信我现在就刮花你的脸？你刮呀！你什么性格我最清楚，你不敢动手，你不就是想救出你妈吗？又不想犯罪，对吧？这个是你逼我的啊！我现在不光要救出我妈，我还要你手里那20%的林氏股份。你要不想被毁容的话，就把股份转让协议给签了。还有，给你爸跟封司打电话，让他们撤诉。林毅啊，林毅，要不怎么说你蠢啊？他即使签了这个协议，也是不合法的，搞不好你还得多判几。风少，您怎么来了？您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不是你带我来的吗？什么意思啊？说你蠢，你是真蠢啊！我当然是要借刀杀人啊！谢谢你啊，林毅，要不是你把这个贱人从我二叔的眼皮子底下弄出来，我还真不敢动他。风少，风少！傅明忠，傅明忠，知道害怕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们之间早已经两清了。什么就两清了？林大小姐的记性好像不太好啊。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你跟我二叔分手的那天就是你的死期。是，虽然你们俩没分手，但是你这不是落在我手里的吗？我一样得弄死啊！你放心，这刀上面只有林毅的指纹，你死的路上会有他给你陪葬，不会太孤单。
冯明哲，你让我看看，先从哪里下刀好呢？哎，不然就先从肚子吧。让我先把你和我二叔的小孽种弄死，然后再结束。冯明哲，你要是敢杀了我，你二叔不会放过你的。我二叔不会放过的人，只有你的继兄林毅，而我依然是我二叔的好侄子。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受罪的，我顶多让你感受一下丧子之痛。哎，孩子在哪里呀？这里，还是这里？冯明哲，我求求你了，我错了，我求求你别这样，我不该跟你退婚，我也不该跟你二叔结婚，我求求你放了我跟孩子，我求求你。好听啊，果然还是你服软的声音听着好听，可惜以后都听不到。部长，快走啊！你二叔带人来了，快走啊！再不走来不及了，走！林毅，林毅，对不起林毅，对不起林毅，我来晚了，没受伤吧？没有，没事了，没事了。哎，小四，你怎么来了？凤鸣州呢？还在楼上睡觉呢。谁呀？一大早的这么吵啊！二叔，你们俩……哎，小四，你好端端的干嘛打我们家明州啊？出去！我不去，你把他打死了怎么办啊？我自有分寸，先出去。那我出去了，你别动我们家明州啊！妈，二叔，自己去自首。二叔，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啊。你跟我二叔分手的那天就是你的死期。啊，二叔，这明显是假的嘛！我昨天跟朋友喝大了，睡到了刚才，不信你问我爸妈。你出的好主意，林毅唯恐被警察误会是绑架犯，特意装了监控，证明他没有伤害过林毅。我告诉你，你要感谢林毅。妈的，这个蠢货！二叔别打了！二叔，我一时鬼迷了心窍，我再也不敢对婶婶不敬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二叔，你放过我这一次。我说了，自己去自首。二叔，我不能自首，我自首我这辈子就完了。二叔，你不能总向着林毅那个外人的，你饶我这一次，我是你亲侄子。不知悔改。你们可以过来抓人了，证据我稍后会送过去。不，二叔，你饶了我这一次，二叔，我真的知错了。林毅，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上台交换戒指。怎么了？哆嗦什么呀？想来账啊？我就是想来张，你能拿我怎么样？请新郎亲吻新娘。亲娘！无言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